你好，我是 Jenny。其实早就应该要介绍巧鲁拉了，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阻力，因为我对巧鲁拉实在是蛮熟悉的。我前后大概住在那边好几个月，比坎通纳那些遗迹都还要熟悉太多，所以这边有点像我的家。你不要看它那么可爱的样子，它的过去其实很厚重又神秘，所以我一直有点拖延去认识它的历史，无论是辉煌或是黑暗。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从远古的传说到有证据的历史，再一直到心理层面，来接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吧。巧鲁拉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它是体积最大，它有400乘400乘60公尺，想象它的地基可以装下2个太阳金字塔。但今天看到的样子是有点豆丢垮掉的样子，它当初应该是更高更英挺一点，但因为它的表面的夯土已经崩解了。它身为世界之最，但怎么看起来既不像金字塔，甚至还很可爱呢？因为它已经被风化成一座小山丘，上面还盖了一座黄澄澄的教堂，四周又被墨西哥最高的几座神火山环绕。相较之下，它看起来又小又谦卑，但是它山脚下露出的这些神秘的骨架，却像是冰山一角。这座小山丘像是一座被半掩盖的巨大遗骸，它已经不继续腐烂，但是它就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忽略它。我感觉它有点像是一个巨大的废弃的外星飞船，当你爬到它身上去的时候，不太知道要怎么消化这个感觉。虽然说地心引力还是差不多，你爬得上去也下得来。应该所有人看见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应该都会想问，为什么不全部挖出来呢？就像其他所有需要重建的重要遗迹一样，当然需要经费、时间、技术。但是呢，对于巧鲁拉，我觉得原因不只是如此，就让我们继续的探究吧。最早是在 Netflix 看到巧鲁拉这个地方，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来过墨西哥。我还记得我在台湾的小房间里把影片按暂停，然后在纸上抄下这个很像奇怪的地名，想说之后如果去墨西哥有多余的时间的话，也许可以拜访这个神秘的地方。那个节目叫做《远古启示录》，这位先生其实非常有名，他提出一个假说，他觉得冰河时期以前呢有很高度发展的文明，但后来因为洪水冰河融化，所以这个文明产生一个断层，没有人知道，但只有少数的人留了下来，但是他们身上就带有很高的文明技术跟智慧，所以他们就去教导后来的古文明，所以那些少数的冰河前的后裔，后来就变成神一般的存在后来的古文明的传说中，这些都是假说而已，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证据，他就拼凑的方式比较像是在创作丹布朗的小说，所以主流的考古学家其实不能说是排挤，总之他不太被接受，就只能有如悲剧英雄一般的存在。但是他的影片呢，拍得非常的好，他的影片拍得非常的神秘，非常的耸动。说实在，我们应该都非常希望有远古的智慧民族或是外星人曾经帮助过我们无助的人类吧。但是科学讲求证据，就是考古也是一种科学。在面对迷人的传说的时候，考古学家是会懂得如何区别自己的浪漫情怀，还有真正的专业。举例来说，大概50-60年前，一个乡间传来了，竟然有人发现他们的最后一个抵抗西班牙的民族英雄考忒蒙的遗骨在那里。那时候全国都非常的兴奋，每天都有很多新闻在追踪大肆的报道这件事。那当时所有最优秀的考古学家也都参与了这个调查，所有人当然都很希望它是真的。经过了非常多年，可能10几20年，不断的重启调查，最后证实那真的不是考忒蒙，所以大家也只好勇敢的承认说，我们虽然很爱他，但这可能不是他。现在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巧鲁拉有证据的历史吧。难道比较不迷人、不神秘吗？关于巧鲁拉金字塔，其实1910年以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一座金字塔。它就只是一座小山丘，居民昵称它为 El Cerrito 那座小山丘，或是
Cerro Hecho de Mano 首座山丘。虽然只是一座小山丘，但它仍然是人们的宗教圣地。但是那时候人们只以为古人只是想堆一座山去模拟大自然的山，就像它背后那几座神圣的神山一样。因为火山本来就代表神住的地方，或是火山本身就是神，所以有某一段时间这座小山丘就只是以一个人造山的名义被大家崇拜着。另外呢，它也神秘的被昵称为阿丘罗雷，那意思是水流动的地方，也意味圣泉的起源。那在当地传说神话中，这个山丘内部还活着，而且还在搏动着。那另一个比较远的民族 Mixteco， 在他们的语言中竟然称这个地方为 Lugar de Escaleras， 就是一个充满阶梯的地方。直到1910年的时候，墨西哥政府决定在这边盖一座精神病院，在山脚下。当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竟然挖到了很多砖造的结构。这个发现震惊了当地的政府还有建筑师，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个长满植物的山丘竟然是一座古代建筑。直到1931到1971，马基纳建筑师他展开了丘卢拉的世纪考古地道工程，去探知这个神秘巨大的建筑内部的秘密。这个隧道全长至少10公里，它的规模跟难度都不输这个金字塔本身。因为中美洲的金字塔大多都是层层往外扩展建造，像洋葱一样，所以这个地道有时候要跟着那个轮廓，有时候得要穿墙进去，但又要小心不破坏到古迹。由此呢，考古学家慢慢的记录每个时代金字塔的结构跟建材的变化，还有一些彩色壁画，甚至还有住宅区、墓葬，还有大量的陶瓷祭品。在其中几层呢，有看到黄黑红的饰面，这会让人想起 Teotihuacan。或有几层排水的结构和月亮金字塔很相似，或是有一些人头的图样，风格跟羽蛇神庙相似。但尽管同时代的古城的确可能会互相影响，但是丘卢拉有很多建筑特色是中美洲独有的案例。最明显的就是它的每个建筑体的阶梯跟平台特别的多。那不只是金字塔区，至今广大的丘卢拉街坊仍然常在埋下水道的时候发现大批的古物，所以考古学家们仍在持续的救援跟记录。由这些考古证据，还有为数不多的关于丘卢拉的手抄文献，都可以帮助我们还原丘卢拉由古至今的面貌。丘卢拉最早的基础建筑是西元前3世纪开始的，它也是中美洲最早的大城市开端之一。这个地点呢，最初可能有泉水，那盖了庙以后就变成圣泉，后来金字塔开始层层的扩展扩建，至少有8个时期。剖面图中呢，我们看到最深处最早的结构是最晚才被发现的，它现在位于最深的通道中，只出现一小些片段，现在已经无从还原当初的形状跟大小，顶多可以知道那个砖制的平台是1世纪盖的，当时的大小只有东西向34公尺高6公尺，听起来跟现在比实在非常的小，但是当时其实就已经不小了。第2层呢是2世纪初盖的，但它不只是个简单的金字塔而已，因为它4面都有阶梯，然后北跟东都有主立面壁画。它的建筑体有7个部分，都个别它不同的形状。这些众多的活动空间呢，能容许上百个人同时参与祭典。它不像一般的金字塔，顶端非常的小，非常排他性，只有特定的神圣的人可以上去。它是一个大众的金字塔。第3层的年代是2世纪中，它复制并扩大上一层的形状，但在东边又多延伸一个平台。每一层扩建都有前所未见的创新，不论是大结构或是小细节。3世纪的时候，他们在金字塔外面山脚加了一个大平台，可以容纳7500个人。这个平台也至少经历6个时期的增建，9公尺的增高。那平台有一些壁画颜色跟几何图形，那考古学家就会问说，这样的形式跟颜色是什么意义呢？它是不是还有出现在别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古人其实每一个装饰都是有它明确的意义的。那后来发现呢，有原住民的文献里有一模一样的图案，那这是代表石头跟土做的东西。那我们大胆假设丘鲁拉平台的这个图案也跟文献中是一样的意思的话，那这平台感觉就是这座人造山的延伸的意思。那至于这个梯形的浮雕呢，在17世纪的文献中有出现，它是代表自然洞穴的意思。那在西元前更古老的铭刻中，这个梯形的意思是在水中，在洞中，有地下世界的意思。所以这整个金字塔呢，可能也象征了多层宇宙的意义。广场这2个大石碑都是从40公里外运过来的，因为他们可以探测这个石材是来自哪里。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呢，所有东西都单纯用人力而已，没有轮子也没有驼兽，所以都是非常浩大的工程。那这些宝座石碑都是代表神圣的权威跟凡间的权力。但后来呢，这些石碑都曾经被故意推倒过，就摔成了碎片。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后来用水泥跟支架把它拼凑回去再立起来的。那是因为当时的权力斗争，但他们当时下一个政权也都重复使用上一个政权的材料，有时候连那个广场上一次争斗的碎片都没有移除，就重新再继续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有某一个时期是比较乱比较穷的，已经没有余力再去建造新的一层属于他们自己政权的建筑。丘鲁拉大概有5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天灾加上内乱，所以人口流失很多。那一个时期，中部高原其他伟大的城市就取而代之。但是丘鲁拉在7、8世纪的时候又慢慢的回归活跃起来，所以它跟 Teotihuacan 不一样。 Teotihuacan 大概在6世纪以后就真的彻底荒废了，但是丘鲁拉又复活了。丘鲁拉呢，这个金字塔在9世纪的时候达到了最大的结构。当时丘鲁拉被整个中美洲视为圣城，就像是罗马跟麦加一样，是朝圣的最终目标。它有壮观璀璨的神庙、皇宫，还有市政建筑。当时呢，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有200种不同语言的人会参与祭典。丘鲁拉的大祭司，他有权力核准广大地区所有国王的合法性，当然那些国王也要进贡奉献给丘鲁拉。权力影响的范围大概有800平方公里，49个乡镇。大祭司在任命地方国王的时候，他会用豹爪跟鹰爪去穿那些国王的鼻环跟下唇环，进行这个任命的仪式，或是解决地界纠纷。另外还有6个贵族主持议会。那尽管这最大层的金字塔呢，它也曾经被外地来的其他民族摧毁过。那9世纪随后还有一次火山爆发，火山灰积到30公分厚，从那个时候开始，金字塔就慢慢的荒废成一座山丘。但是这个城市并没有荒废，所以当地的居民幸存者呢，跟后来北方入侵的其他民族合作，很快开始在现在的主广场，也就是在那个金字塔其实不远，大概1公里左右的地方又活跃起来。但是人们呢，已经渐渐的不知道那一座小山丘以前是一座金字塔了。直到1519年殖民者来的时候，丘鲁拉人非常的兴盛，他们忍不住的惊叹仰慕。主要的西班牙入侵领导者他就留下记录，他说这个城市至少有2000个房子，还有广大的城郊，它是他自己的权威，它不隶属于其他的主子。土地非常肥沃，大多都有良好的灌溉，广大的平原上有众多的高塔，实在太美了。这里无疑是西班牙本土之外最美的城市。那 Cortés 在其中一个高塔上面眺望，他光用数的就数到了430个塔。那另外一个小士兵 Bernal Diaz 当时也留下了记录，他说这个城市这么多高塔，都是神殿和祭祀他们偶像的地方。
尤其是主殿。它指的主殿是他们后来的主广场，或顶多是山丘顶部的后来盖的神殿，并不是那个最大的金字塔，那时候已经变成一座山了。尽管如此，那个主殿还是当时墨西哥最高，还有许多其他的祭祀平台。据我们所知，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偶像，名字我忘了，但是有好多很大型的奉献祭祀仪式，还有自我牺牲仪式，还有好多庄园。当我们进入那个城市的时候，看到好多高塔跟洁白的建筑，在我看来，根本这里就像我们西班牙首都一样啊。其实当时这些殖民者只看到一小部分而已，就已经这么震撼了。当时推断可能至少4万个加10万以上的居民。后来传教士来的时候，也很遗憾的认出这里无可争议的宗教重要性，还有圣城的地位。一个早期的方济会修士记录到，裘卢拉很崇拜羽蛇神，当地的祭司以长达80天的禁食闻名。在这个期间呢，祭司每天只吃盐、一片玉米饼跟水，当然这样严格算起来不算是禁食，胰岛素还是会分泌的。也因为呢，裘卢拉是朝圣的终点，它发展出非常大规模成熟的市集，还有交易制度，去交换各式各样来自远方的商品。那裘卢拉特别生产美丽的瓷器，据说后来阿兹提克的最后帝王蒙忒苏玛都还拿它们来吃东西。裘卢拉大屠杀，这也是裘卢拉历史中很重要但是黑暗的一面。那是在1519年阿兹提克帝国中心陷落的前夕发生的。关于这个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另外一支影片有详细的介绍。当时裘卢拉是墨西哥中部高原仅次于阿兹提克首都的第2大城。当时 Hernán Cortés 正要前往 Tenochtitlan， 但他收到了他的原住民盟军的警告，据说裘卢拉人企图伏击西班牙的军队，所以尽管当时Cortés 到达裘卢拉的时候，贵族们仍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他们，但是 Cortés 仍然相信他们暗中有鬼，所以决定先发制人。Cortés 召集了裘卢拉的领袖、贵族、大祭司，来到他军队驻扎的主神庙广场。当时被召集的贵族们都手无寸铁， Cortés 一声令下，军队们就开始这场无差别的屠杀，持续了2天。不只是战士跟贵族，所有老弱妇孺也都被洗劫掠夺，还有俘虏，许多神庙遭到焚毁。 Cortés 宣称2小时内他们杀死了超过6000个人。这场大屠杀造成非常大的恐惧，在当时的中美洲蔓延，也为之后征服 Tenochtitlan 圣城铺下了心理战的路。这场屠杀主要的考古证据是1972年在裘卢拉的中央广场还有 San Gabriel 修道院的庭院发现的671具遗骸。部分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遗骸跟1519年那场大屠杀有关，因为地点完全符合，而且部分遗骸呢有被利器砍伤的痕迹，与西班牙人用的钢剑吻合，而且这些遗骸包含了许多妇女还有儿童，不只是年轻男性战士而已。然而后来的研究又提出了另一个可能，也许这些遗体有一些是来自另一场浩劫，就是天花。在1545到1548，天花袭击了墨西哥中部，大量的尸体需要快速掩埋。由于这个集体的墓葬缺乏陪葬品，而且埋葬得很仓促，所以也有可能是瘟疫造成的。但是其实凭证据很难区分哪一些人是死于屠杀，哪一些人死于欧洲来的疾病。但无论如何，这都反映当时原住民所遭受的双重灾难。然而呢，裘卢拉的苦难还没结束。2年后，西班牙人已经攻陷了 Tenochtitlan 稳坐统治者的宝座，他们会拿一些当地的首领当作傀儡。但是呢，裘卢拉的大祭司不听话，于是 Cortés 决定用狗刑去惩罚他们，去吓唬那些不听话的人。狗刑自古是用于对付异教徒跟反叛者，或是惩罚那些有杀人祭祀行为的人。它其实是延伸于古罗马时期去把人丢给野兽吃的那样刑罚。那同时它也贬低那些受刑者，就像动物一样。那当时西班牙的狗
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非常恐怖，因为他们长得一点也不像墨西哥本土的狗狗，他们黄眼凶恶巨大。其实当初记下这件暴行的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谴责 Cortez， 这个手稿只是呈现地方利益的一个记录，所以在这些官僚地产的无聊文献里面意外发现这个暴行，也提醒了大家当时的人民经历了许多未被正视的创伤，伤疤不被正视，其实会一直在黑暗中溃烂的。那后来丘鲁拉的历史也渐渐被殖民者还有传教士改写，例如文献都有记载大天使惩罚他们谢赎神的祖先，或是当地的士绅为了争取丘鲁拉的土地所有权，都会篡改文件，自己改名改姓，跟发明出来的前人攀一些血缘关系。那丘鲁拉人的创世神话也千年来一路从巨人、洪水、羽蛇神，到后来变成了诺亚方舟，拯救了他们。在1581年，丘鲁拉金字塔山丘旁边已经盖满了教堂。1594年，在顶端盖了教堂。Hernan Cortez 在摧毁了丘鲁拉众多原住民神庙以后，他发誓要建365座教堂。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地基像是高起来的教堂，其实也都是盖在另外一些小的祭坛上面。以上是丘鲁拉2000年来的历史大略。知道了这些，有没有觉得有点懒得排挤他了？他想说什么都好。其实知道这么多以后呢，丘鲁拉还是可以是一个可爱的小山丘。2年前我第一次来丘鲁拉，真的超级喜欢，我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梦幻了。它是个又热闹又宁静的小城，随时都有一些宗教庆典，甚至很多流行音乐节也都是在这里办。它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金字塔，却这么低调，后面衬着这些一看就觉得是神的伟大的火山们。在平原上一望无际展开的视野，可以看到每一栋建筑，无论是教堂或是现代高楼，都很美，都别出心裁，但又很谦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环境太美了，没有人敢用丑来亵渎这个地方。在丘鲁拉，因为历史太厚重，所以时间反而变得很轻，所以在这里的步调也快不起来。因为踩在这片土地上，你永远也搞不懂这样子既活在过去又活在当下的感觉，它的步调应该到底是要多快。我第一次造访丘鲁拉以后，心里就萌生一个好奇，如果长期住在这边，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因为许多震撼的遗迹，我们一辈子就旅行，顶多只看个1天。那假如我们每天早中晚餐都一直望着它，每天都在它身上爬上爬下，那它还会一直维持它的神秘吗？还是那个神秘会融入在我们生活中，变得无所不在呢？所以有一次我连续1个多月住在这，晚上窗户望出去就是它发着黄黄的光，白天不管在城市的哪个地方，一抬头也就看到它，但那种感觉其实还是差不多，悬而未解。于是我也只能这样暂时离去，但过一阵子又再回来，就这样持续了很多次，但我还是没有鼓起勇气去认识它的过去，宁愿它就这样在那边扮演着、凝固着。我大概几个月就会来一次，直到最近终于觉得时候差不多了，我才开始慢慢的凝视聚焦，去面对这些早就存在，但是我一直企图闪避的丘鲁拉的过去。丘鲁拉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它也是小小的人类试图在时间中打造的永恒。它现在的模样，就是它经过所有的时间展现的最真实的样子。它不加操作，不加暗示，也不刻意悲情，也不遮掩流过的血。你只要愿意，可以看见所有；你只要不愿意，它也不逼你看。就算鼓起勇气知道了，也不知道怎么消化，因为没人知道怎么消化。但是大家可以一起知道这块巨大的时间，在一切轻盈的色彩背后，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像一座座可爱的小土丘，下面都有层层深埋的结构，有当初形成，还有被覆盖的原因。某天也许我们会突然想起，突然想要去翻掘那个最高最表面的结构，底下曾经有什么，
当然也可以永远不去看，但是在最深的梦里，我们是知道的。对于丑噜啦，我有一种既被强烈吸引，又不敢靠近的阻力，就算靠近了，又会试图隔开一层距离，甚至让自己感到无聊，说服这里不过就如此而已，不值得停留太久，然后过一阵子又再回来。通常我做影片都是全部都完成以后，最后再慢慢想一个比较吸睛的，会让人家点进来的主题。但是呢，还原我正在整理的裘露拉的文字档，它的题目给我自己看的，就叫做 Run Away from 裘露拉。谢谢你今天一起跟我探索裘露拉，我是 Jenny。如果你也喜欢这样子取材于专业考古知识，但是又融合很多个人的文学与生活的心得消化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按赞，都是给我最大的鼓励哦，或是分享。你想到任何的问题或是心得，也都可以尽量留言给我哦，不要害羞。下一集我预计会做一些比较劲爆的主题，但也一样会非常的淡定。下次见咯。